每次住酒店都要在门把手上放一只玻璃杯，门口顶上一口锅盖，以便有人闯入能及时发现。无论多贵的手机只通话一次，必须要踩得稀烂踢进排水沟，防止被人定位跟踪。睡觉时身上永远带着闹铃，每隔半小时就得叫醒自己一次，避免在睡梦中被人暗杀或是被抓。作为一名杀了么平台的业绩冠军，自律和细节便是他的职业准则，因为一旦失手便是万劫不复。就比如这次，他接了一个刺杀富豪的大单，原本任务也很简单，只需潜伏在富豪对面的大楼，等到目标出现一枪打死就算完成任务。可意外的是，对面突然走进一位身材火辣的美女，她围着富豪搔首弄姿，两人在瞄准镜里不停地乱晃，这让他根本无从下手。但好不容易等到富豪坐稳，现在射击就是最好的机会，却见自己的心率还停在65。杀手明知这不是他的最佳状态，但他一刻也等不了了，果断瞄准目标扣动了扳机。杀手想着赶紧补上一枪，可对门早已拉上了窗帘，根本没给他机会做出反应。任务失败，杀手顿感不妙，赶紧卸下装备跑路。走之前他还不忘带走垃圾，随后骑上事先准备好的小电驴，赶在警察到达之前离开案发现场，丢弹夹、扔装备、抄近路、躲警车，再把头盔随手丢进河里。紧接着杀手来到便利店附近的卫生间，洗了个痛快澡，爱干净的他顺带还刮了个胡子，再换上一套新衣服，最后用香水处理他留下的气味。紧接着他随手在路边拦了辆的士，直奔机场。在进去之前，杀手顺便把身上最后一把枪丢进了垃圾桶。即便他如此谨慎，可在过安检时，他还是担心警犬能闻出点什么味道。一人一狗四目交汇，他小心环顾四周环境，默不作声就离开了队伍。细节控的他绝不允许自己在最后关头掉链子。杀手来在卫生间又洗了10遍手，整理洗漱台时，他决定把手表也丢了。之后他用假名字重新买了张机票，这才顺利通过安检。杀手跟上级汇报他执行任务失败，上级是又惊喜又无奈，不过上头的人还是安慰他不用担心，他们会尽快摆平此事。杀手这才放心下来。通话结束后，他取出电话卡，一脚踩爆了手机。可就算已经坐上飞机，他还是保持10级戒备。果然，杀手注意到有个可疑的西装眼镜男，而他在办理转机业务时，西装男再次出现在他的视野。好巧不巧，在值机室，杀手又碰上了这个男人。多年的专业素养积累，杀手断定西装男绝对不简单，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这趟航班，决定先在机场住宿一晚再走。来到酒店，杀手叫来一份牛排，但他对牛排并不感兴趣。等服务员走后，杀手迅速锁上门，他拿过餐盘盖和玻璃杯，用杯子抵住门把手，再把盖子放在地上，一旦有人闯入，他也能及时做出反应。紧接着他拿过餐刀放在旁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所幸昨夜相安无事。杀手确认房间四周没人后，这才慢悠悠地晃出门。他哼着小曲，放松地坐上了飞机。很快他就抵达了目的地。随后杀手找到自己的皮卡，便踏上了回家的旅程。一路上他不断更换路线，穿过田林旷野，开上公路大道，再跨越大半个城市，行驶到郊区，来到一处隐秘的住宅之处。就当他要刷指纹进入时，地上一双大脚印引起了他的注意力。他猜测这里恐怕遭到了外人入侵，于是他赶紧坐回车里，翻出自己的配枪，迅速给子弹装上膛，再下车灵活地翻过栏杆。杀手一刻也不敢耽误，他用最快的速度向家跑去，将自己隐匿于一片灌木林当中，还不忘时刻盯紧屋内的情况。在这里他又一次看到脚印，他更加笃定有人闯进了他家。杀手举起枪，仔细搜查家里的每一个角落，但他翻遍了自家房间，也没看到一个人影。不过凌乱的家具和随处可见的血迹，证实这里一定发生过打斗。杀手瞬间慌了，他拿起手机打了一通电话，这才得知自己的爱人此刻在医院。他不敢相信眼前所见，不过妻子的弟弟告诉他，姐姐曾描述过闯入之人的样貌，是一男一女行凶作案，而且他们最后坐着一辆顶上有灯的绿色汽车离开，貌似是一辆出租车。杀手努力安抚弟弟的情绪，他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一定不会再发生。回家之后，杀手在后院开挖，原来弟弟暗藏玄机。他打开保险柜，从里面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，准备好一切装备，再捎上一顶帽子就出发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杀手天天搁街上乱逛，死死盯住过往的出租车，但他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颜色。经过杀手夜以继日的寻找，总算让他逮住了绿色的死破车。到了晚上，杀手找到了绿车的停车场，他请求保安大爷能给他开门。就在门开启的一瞬间，杀手拿枪对准了大爷，之后他对着电脑一阵翻找，查询到一笔目的地是他家的订单。根据信息显示，是一位名叫里奥的年轻司机揽下了这单生意。得知线索后，杀手故意把房间弄得很乱，几张钞票散落在地上，营造出入室抢劫的错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杀手就把车停在路边，等待司机师傅打卡上班。一个小卷毛引起了他的注意力，果然那个人就是里奥。杀手伺机而动，佯装成游客要搭乘里奥的出租车。车还没开出多远，里奥被后面拿枪的乘客吓了一大跳。他把这辈子自己犯过的错误全想了一遍，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惹到了这个家伙。于是他把钱包递给了杀手，杀手接过钱包，顺便提醒他3天前里奥曾接过一个大单。里奥这才想起来，就在3天前，他从机场接过一位怪人和一位女士，其中那位女士长得跟棉签一样，不过他只负责把他们送到郊区的一处私宅，怪人就让他在那里等着。足足过了有1个小时，他
他俩才出来，男人腿上更是血肉模糊。说着，杀手指挥里奥把车停到了一个废弃工厂中。里奥请求杀手放他离开，他甚至可以不要出租车自己走回去。可杀手有自己的一套杀人准则，同情别人就是和自己作对。他直接一枪崩了里奥，之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拿着收音机就走了。紧接着，杀手换了个身份，他决定亲自去会一会自己的上级。他租了一辆汽车，开到自己的货仓里。这样的仓库，他在新奥尔良有6000间，每一间仓库都是一个武器库。杀手挑上一件趁手的工具，再走向另一端，拉出一个盒子，这里密密麻麻都是不同颜色的车牌。他拿出一个假车牌，吧嗒一声就吸在了车上。之后，他来到超市，购买了一个巨型垃圾桶和一些环卫工具。准备好一切后，拿着香蕉守在上头家门口。杀手敏锐地注意到，这座大楼有监控和一个弹簧锁。就在他不知道怎么进去的时候，正巧德邦快递路过，快递员前脚刚进门，杀手拖着垃圾桶紧跟其后。德邦快递员愣住了，好在他也没多在意。杀手戴好手套，看似在密谋着什么大事。很快楼层抵达，快递小哥走了出去，杀手屁颠屁颠地跟了出来。他假装自己在看路标，实则默默倒数着门关上的时间。门刚好关上，他赶紧上前观察一番，对方确实是自己要找的人。于是，在快递小哥出来的时候，他低下头假装在喝水。就在门要关闭的前一秒，杀手及时用脚卡住门缝。他贪婪注视着自己的猎物，之后小心翼翼地拿出工具，举着枪就破门而入了。德罗丽丝懵了，他万万没想到杀手会找上门来。只见杀手默不作声合上电脑夺过手机。不过德罗丽丝并不是他此行的目标，他只是一个小秘书。一阵敲门声响起，德罗丽丝带着杀手闯入，上级责备了他的不是。不过爱德华看到杀手拿着枪，还是傻眼了。他想不出杀手不惜暴露自己身份，还要来到这里的原因。杀手拿出扣绳，示意秘书给上级扣上。爱德华顿时觉得这个世界疯了，为什么下级要来击杀自己？杀手随后命令女人来到卫生间自缚双手，并让她不要出声。秘书点了点头，乖乖答应。而且爱德华让他放心，事情马上就会解决。在杀手的提醒下，上级这才意识到他已经回到家。可他告诉杀手他们是谁并不重要，杀手没有完成任务，本就应该付出一点代价，这也是对客户的售后负责。杀手根本不想听他解释，3颗铁钉打入电脑，电脑当场报废。爱德华仍不死心，劝他回头是岸，因为杀手现在赚的钱已经够的了。而这一大部分功劳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他。只要杀手消失，他可以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但杀手只想知道是谁对自己的妻子动手。爱德华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的备份都在电脑上，现在电脑被毁，他也无计可施。杀手知道上级在湖州，见他迟迟不开口，直接3枚铁钉打在爱德华身上。不过杀手还留有后手，只要爱德华肯说出真相，他还是会帮他打求救电话，即便自己九死一生，爱德华还是守口如瓶，嘴里吐不出半个字。他拼了命想拿到手机，最后却挣扎地倒在了地上。细节控的杀手赶紧从旁边拿过一张报纸，防止血液流到地上。可他还是失算了，3颗9号口径的铁钉，不抽烟的中青年人可以坚持6、7分钟，但脆皮上司不到2秒就嗝屁了。无奈之下，杀手把提前准备好的垃圾桶推进来，打算打包带走。临走之前，他还有个人要处理。德洛丽丝表示自己知道他们是谁，但是他希望杀手能放过他，毕竟自己家还有2个小孩等着他去照顾。杀手犹豫了，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有同情心，但他在权衡之下，还是决定放过秘书。德洛丽丝走出门，一看到尸体就被吓晕倒在地上。杀手可不管他，他自顾自地打包好尸体，再推过垃圾桶，把尸体放进去。等处理好现场的一切之后，盖上垃圾桶，随后就逃之夭夭。在车上，女秘书极力解释自己是个好人，杀手才懒得听这些鬼话。很快，他们就来到德洛丽丝家。秘书根据文件的编码，告诉杀手名字备份在哪里。他根据序号，成功找到了一张写有自家地址的纸片，纸片后面则有2个电汇号码，而账户持有人就是下达指令的家伙。通过这2串号码，杀手又找到了2个地址，后面显示的名字是克莱伯恩，这也正是爱德华口中的客户。德洛丽丝松了口气，想必杀手得到了信息就会放过他，但没想到下一秒杀手就扭断了他的脖子。随后德洛丽丝一整个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。杀手营造出完美的失足衰落假象，不过处理上级尸体可是个费劲活。他返回到自己的秘密基地，拿出分尸溶解的工具，杀手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再开车来到大桥边，将剩下的溶剂扔进海里，还不忘把汽车清洗干净。他拿下假车牌丢在路边，最后把车辆不动声色地还回去。一场顶级犯罪就此完成。下一步，谨慎的杀手再次更换名字，租了另一家公司的车，根据缺德地图导航，他来到了第一个地址所在。经常杀人的朋友会知道，对新环境进行考察至关重要。在了解之后，杀手马不停蹄来到超市，买了一大块上等的牛肉和大量助眠药以及一瓶麦芽酒。紧接着无所事事的他就在车上打起了瞌睡。傍晚才等到目标开着汽车，等他走近，比特犬就大叫了起来，但他事先早已准备，他一边走一边给狗狗投喂，掺和了超大剂量助眠药的牛肉。果然不一会儿，比特犬就跑去睡觉了。杀手伺机行动，他小心翼翼地走进院子里，
看到恶犬在休息，他松了口气，之后拎着一把枪就开始搜查屋内。杀手把所有房间都扫描了一遍，也没发现半点人影。他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，可下一秒就被冲出来的人撞飞。胡子哥想一把夺过枪，却不慎走火，他赶紧一拳下去，手枪掉了下来。杀手瞬间失去武器，他只得用力出拳，但胡子哥可不会让他得逞，枪滚到了床底下。胡子哥毕竟浑身肌肉也不是个本事，几次抡拳就让杀手毫无招架之力。他对准杀手的脸毫不留情就对了下去。就在他要去拿枪的时候，他注意到杀手好像还没打，于是转身补上几拳。不过杀手是真的拼了，在几轮搏斗下，看似是胡子哥要略胜一筹，可意外的是杀手仿佛就像个打不死的小强，不管怎么打都留有一口气。很快杀手就找到机会进行反击，他摸到一根铁棍，接连几下向前刺去。杀手利用武器重创了胡子哥，但毕竟是胡子哥的力气更大一些，挣脱束缚的胡子哥举起杀手砸在地上，局面变得有趣了起来。胡子哥更是在打斗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配枪，还没等他按下扳手，杀手直接把他绊倒在地。自知局势对自己不妙，杀手赶紧躲在橱柜后面，巧妙避开了对手的扫射。之后杀手找到机会溜进了一个房间，可等黑哥开门后，却发现啥都没有，而隐私部位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魔法攻击，这可就涉及到尊严问题了。他势必与杀手不共戴天。不过杀手倒是找回了自己的枪，他对着门来了几枪，对门就倒地不起了。他没有啰嗦半句，一枪就崩了胡子哥。不妙的是，他俩闹出那么大动静，倒是吵醒了比特大爷的美梦。他最烦的就是有人打搅他睡觉。杀手看到狗过来，赶紧仓皇逃生，所幸在最后一刻，他把狗拦在了铁门里面。这一次杀手才懒得处理尸体，他掏出打火机点燃了麦芽酒，一把火用力丢进屋内，直接销毁了一切罪证。杀手做完一切后，这才狼狈离开。又是一个全新的身份，还没等伤势痊愈，杀手就启程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他轻车熟路，用新名字租了台车，抵达了第二个目标住宅。杀手服下了半瓶布洛芬止痛，等到后半夜才看到一个白人出来。他回忆起来里奥形容他像一根棉签，还真别说这比喻很形象。杀手不动声色尾随在女人车后面，在等红绿灯时，他把枪对准了女人，但就当他看到女人绝世容颜时，杀手犹豫了，于是他只得另寻机会。眼看女人正在高级餐厅享用晚餐，杀手的计谋也就产生了。他最清楚不过，一位女性被害时，头号嫌疑犯永远是她的丈夫或男友，尤其是被害者未受到性侵犯的情况下。在看到枪后，女人瞬间就不淡定了。她猜测自己强有力的同伙已经遇害，于是她请求杀手允许她吃完最后一顿晚餐，随后解释那件事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她阻止过胡子哥，但人家根本不听她的，这才酿下大祸。吃饱喝足后，杀手带着女人出门了。两人漫步在河边的小道上，他示意女人往前走，可就在经过台阶时，女人不小心滑倒在地。他希望杀手能绅士一点扶自己起来，但杀手准则不允许他同情别人，不然死的就可能会是自己。杀手不拖泥带水，登上新的航班飞机。他仔细搜查起幕后大 boss 信息，度娘显示对方是公众人物，所以他此行风险很高。不过杀手并不打算就此收手，他在新据点蹲到了克莱伯恩的踪迹。等目标离开，他径直闯入人家车库。不幸的是，大门被高级密码锁封印，于是他拍下锁的样子，就先离开了。之后，杀手在黄色软件上购买了9块9包邮的电子钥匙复印器。但奇怪的是，杀手今天不杀人，他去银行存钱。他把自己所有的存款都转移到加勒比的账户，然后来到移动摊贩处购买了一把手枪，顺带装上自己的消音器。杀手拿出钱递给对方，但在对方询问是否需要弹药时，杀手却拒绝了。他来到蜂巢智慧站，拿出一件包裹，原来是钥匙复制器到了，这物流速度可真够快的。紧接着，他来到克莱伯恩常去的健身馆，办了张会员卡。就在他路过环卫工人的时候，他顺走了人家的门禁卡，但他却不小心被环卫工的钥匙勾到衣服。面对环卫工疯狂道歉，杀手表示并不在意。他来到克莱伯恩所在的更衣室，拿出钥匙复制器准备好。等他们走后，杀手快速用门禁卡打开柜门，再捣鼓出坏蛋的钱包，成功拿到了房门钥匙卡后，他在机器上一顿操作，复制出新的卡来。他把卡放回钱包，等待时机再次出手。又是一个夜黑风高之夜，杀手在目标出门后，灵活地钻进卷帘门内。他用复制来的卡成功进入。杀手可以说是愈发胆大包天，对于监控摄像头也没有丝毫畏惧，手拿手枪，悄然无声地出现在克莱伯恩的身后。黑老大愣住了，他没想到号称安全公寓的住所还能被陌生人闯入，明年他可就不投资了。他表示自己的房间可没现金，但可以命人送来。随着杀手的枪瞄准自己，克莱伯恩紧急闭麦，他不知道对方到底想要什么。杀手难得开口解释，这一说法更勾起了他的好奇，但克莱伯恩的记忆大不如从前，他不知道他们存在什么过节。杀手递上自己家的地址，老头这才尴尬地想起那件事情。他解释自己并不计较杀手的不专业，但爱德华建议他买一份保险以备后患。克莱伯恩不理解为什么要让自己承担风险，但他还是往账户里打了15万。对方说会把烂摊子清理好，之后发生什么自己就不得而知了。他敢保证自己和杀手之间绝对没有过节。杀手意识到这一切都像是爱德华在背后搞鬼，不过杀手也不想和他纠缠。他警告老头不要自找麻烦，只要他想来就会有办法出现，并且在众多死法中，他总会寻找到合适的手段。
断进行。克莱伯恩很是摸不着头脑，但总算捡回了一条命。杀手回到电梯间，把纸条撕成了碎片。他的此行之旅还算是顺利。影片的结尾，杀手移民到多米尼加共和国，带着痊愈归来的妻子，惬意地享受着自己争取而来的幸福生活。